位于北京故宫内的斋宫，大部分时候都是关闭的，但近期因为办特展开放了，这个参观机会很珍贵，得赶紧把它逮住了。我们今天就一起来逛逛故宫的斋宫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。既然我们今天来斋宫了，就顺便说说斋宫是个什么地方。话说清代帝王在祭祀天地之前，都得连续斋戒好几天，斋戒的地点就是天坛公园里的那个斋宫。到了雍正帝继位的时候就不一样了，在九子夺嫡中胜出可不容易啊，这得天天盯着阿奇纳、塞斯黑，不然他们搞事情怎么办？所以雍正就在故宫的内部又额外建了个斋宫，也就是眼前这一座了。这是他这个御出昆冈展的持续时间啊，持续了差不多将近1年。斋宫很少往这么长的时间开吧，之前开也就是一阵一阵的开。反正这是好机会，赶紧来吧。从人祥门进去，哎呦，这一大坨人，我们从边上绕一绕。现在我们准备从斋宫门进去，上面是黄绿二色琉璃瓦，4个门簪。进来这有一个红色影壁，我们从侧面绕一绕。看这种抱骨石就是北京常见的抱骨石，用的是这种大肚的圆骨，像那种古老的铜骨就很少有人用了。好，我们绕过来。侧面的配殿是关门的，配殿没有开。那么这个展厅就是在斋宫的正殿了。东侧的配殿没开，但是西侧的配殿开了，这应该也是这个展厅的一部分。好，一会儿我们把这两头看一看。看斋宫这个正殿啊，前面这个抱厦区是面阔1、2、3间，它这个抱厦区上面的屋顶是个卷棚顶啊，从这个角度不太能看清楚，它是个卷棚顶。然后后面的是一个歇山顶，后面的建筑是面阔一边多一个，面阔5间，对吧？3+2嘛。我这去年来了2回也都没见斋宫开放，今年这一回一开了，照着1年开，这是。我记得以前没开过这么长时间吧，反正不管了，逮着这个机会咱们就进去好好逛一逛。进斋宫之后，先抬头看头顶的藻井，这是一个8角形盘龙藻井，中间就是那条盘龙，而且它用的是正龙的造型，也就是让龙以正脸出现。然后我们再看周围的外圈，最靠近龙的那几圈是圆形，以均匀的梯度向下铺开，往外一圈则是8角形，最靠外的一侧则是方形。藻井里里外外都布满了精美的浮雕，而且它的外皮还是金灿灿的，可谓之极尽奢华。现在我们来看本次的御出昆冈展，先从第1单元玉之源开始。玉之源说的就是玉器的材料，本次我们能见到的清宫玉器，绝大多数都是用和田玉制造的。和田的古称于田，本身就是音译词，如果换成意义，那就得翻译为产玉的地方。早在多少年前，和田玉的大名就响彻中原了。比如展厅中出现的2个玉佩，这就是金代的产物，距离现在有8、900年的历史。后面的乾隆玉题青玉彩玉图插屏则是清代的玉器。这里多说一句，和田玉是从乾隆年间开始才成为了清代宫廷的主流玉料，所以挂着乾隆名字的玉器特别多。不过乾隆的玉题我们看不见，因为它在背面，所以就先看到这里。后一件乾隆玉题白玉彩玉图山子也是如此，这里边刻画的是2个彩玉的人在用力搬下边的大玉石，而乾隆的玉题诗也给刻在背面了，这个我换了好多角度都看不见。当然了，方便看的也不是没有，这边有一对清代的乾隆玉题白玉碗，这把乾隆写的诗给刻在玉碗的外边了，这就一目了然了。下面我们进入第2单元玉之礼，这里讲的是礼制用玉，具体来说则包括册宝、祭祀之类的玉器，此外还包括佛教造像与法器，我们一样一样来看。先看这几组碧玉蛟龙钮，最左边的就是十全老人之宝，这是乾隆给自己家的尊号。十全就是他平定准噶尔、扫金川、打缅甸等共计10项功劳。旁边是青玉做的避暑山庄济恩堂册，济恩指的是乾隆皇帝纪念祖父康熙皇帝对他的养育呵护之恩。乾隆年幼时随侍康熙的那个房间就是济恩堂，附近还有件碧玉兽面卧蚕纹壁，它除了卧蚕纹之外，内侧还有代表丰收的古纹。这种圆形的玉器对应天圆地方中的天，所以它是祭天的礼器。
后面有一组乾隆款白玉龟，这是按照宋代古书中的样式所设计出的玉龟。龟是古代帝王或诸侯举行某些大型仪式时手中所持的礼器。那么宫廷中的这些大概率就是皇帝自己御用的了。附近还有一个玉特磬，什么叫特磬呢？就是宫廷庆典期间所用来演奏的乐器，所以它是特殊的磬。特磬所用的材料都是从和田玉料里优里选优选出来的玉料，这不严格不行啊！磬是打击乐呀，料不好敲碎了怎么办？往展厅的另一侧走，就看到了一些仿照青铜器的造型做出的复古风玉器。这些玉器有继承的地方，也有创新的地方，比如青玉双持纹单耳弦活环龙首弓。你有没有感觉这件玉器比真正的青铜器肉头多了？它的线条一点都不锐利，反而很柔和，而且纹饰也不那么抽象，这就是传承基础上的创新。后面是一组玉制的佛教法器，先看这件乾隆款青玉佛钵，它外面刻的文字就是行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。理论上这种钵是僧人的食器，实际上它是宫廷的东西，而且材料如此珍贵，这就指不定是给谁用的了。然后是一组青玉五供，五供是一套5件，分别是1件炉、2件蜡烛烛台，还有2个瓶子，这是一套固定的供奉器皿。我的老粉对这个肯定不陌生，之前我们逛北京13陵的时候，在每一个方城前边都能看见一套石五供，它与玉石五供的作用也是相同的。五供的后面是佛家八宝，也就是罗轮、伞盖、花冠、鱼肠。北京的宫廷宝物中经常会出现这八宝，故宫珍宝馆就有同款，位置则是在金银器厅，各位去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二。从这个展厅出来之后，别忘了看它门口的装饰，往上看，这上面居然有4个垂花柱，中间密密麻麻的斗拱都是出5跳的，周围还有很多精美的彩绘。果然斋宫这个地方是看点多多，惊喜多多。现在我们回到入口附近，这边单独摆出来的展品仍然属于第2单元。看这件白玉盘龙钮大清寿命之宝，这是一件清崇德年间的文物，崇德就是皇太极的年号。他们之所以做出这件白玉宝印，就是想要宣布清朝皇帝拥有受命于天的正统身份。不过洪秀全天王还有孙中山先生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。附近的另一组也是仿古类文物，重点说说这件玉辟邪，这是一件以狮子为原型二创出来的驱邪神兽。展牌说它和陕西卫陵的玉辟邪很像，我就找出了这件古物，大家可以对比观察一下，感觉轮廓是差不多的。再看这件乾隆款墨玉赤龙纹瓶，我们能发现这上面有一条龙的浮雕，它很明显是仿照瓷器制作出来的。不过上面的浮雕画风倒是并不算很古老，一般认为此瓶为苏州玉匠所作。现在我们进入第3单元玉之雅，这边多是书房的用具，属于是古代读书人的雅趣。看这套白玉御笔《易斋记册》，《易斋记》是乾隆帝书房的名字。制作这个册子的流程是先做白玉版，然后再送到苏州，把乾隆的书法刻在上边，最后送回京城上金色，这才算是完工。后边有一个乾隆御题白玉渔翁，这明显是在山子的基础上雕出了一个很抽象的渔翁，这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。但是乾隆御题是在哪儿呢？其实是在下边呢，这个是彻底看不到了。再往后是3个玉制的笔筒，重点看这边的乾隆御题碧玉竹溪6义图笔筒。6义是以李白为首的唐代的6个隐逸之人，这6个人的形象就被刻在了笔筒的正面，而乾隆的题字则在笔筒的最上方。然后是乾隆御题青玉镇纸，这是乾隆在养心殿的用具，玉题的位置也很好找，直接就给刻在正面了。但是我有个疑问，这件玉器已经是红褐色的了，它还能叫青玉吗？有没有懂行的朋友来科普一二？后几件文房用具就更奢华了，其中包括2支狼毫笔，笔杆全是用玉做的，涮笔用的笔洗是用玉做的，存磨墨水的砚滴也是用玉做的，纯粹在桌上当摆件的插瓶也是用玉做的。下一组文物是玉制的炉瓶盒，炉是用来焚香的，瓶是用来放夹香料工具的，盒是存香料的，这是文人的雅致3式。不过我记得玉石是怕火的，点个香料应该能 hold 住吧，如果放大火苗子上去烧，怕是要遭不住了。再往后是一大组玉如意，这是从古代的痒痒挠发展过来的，因为给后背挠痒痒是很舒服很如意的一件事儿，所以就叫做如意。普通如意只要能挠痒痒就可以，宫廷如意需要考虑的就多了。看这件碧玉田金5幅5代唐记如意，
就密密麻麻刻满了金字。这是乾隆帝得了玄孙之后5代同堂了，一高兴就写下了这个，然后安排人刻在如意上了。然后是若干青玉盆景，是用玉做出的花草植物，这类的物品我只在故宫见过，除了皇宫之外就没再见谁这么奢侈过。现在我们来到斋宫的后半侧，就第一时间看到了一大堆模仿青铜器做出的仿古玉器，这个比刚才的更具体，故宫怕我们看不懂，还特意把原件也弄过来了。我们来看这件乾隆御题青玉兽耳活环符鱼纹壶，这个是仿汉青铜浮鱼壶做出来的。仔细看这上边的小型浮雕，就是鸭子和鱼，符就是野鸭，乾隆的玉题则在瓶口处。下一件是仿照商代青铜弓做出来的玉弓，不过这个清代做的玉弓明显是加料了，感觉它的下半截加的是半个尊。然后是仿照春秋错红铜狩猎纹豆重新做的一个玉豆，上面的错铜装饰没复原，可能是怕给它错碎了。玉豆上面的花纹用的都是浮雕，这样加工的危险性要低一些。再往后是仿商代青铜方鼎做出的青玉4足鼎式炉，没想到玉制的炉还真不少。青铜鼎是煮肉的东西，这个玉炉总不能拿来煮肉吧，估计也是用来焚香的。它这个兽面纹复刻的挺到位的，雕刻出来是见棱见角的。现在我们进入第4单元，玉之巧。这边除了清宫的玉制玩物之外，还有来自中亚、西亚甚至南亚、西欧的玉器，这些统一被乾隆帝命名为横都斯坦玉器。先看这一组白玉月令组配，这是用一整块和田白玉做出来的，外侧的12个花瓣是月令配，对应的是12个月，上面的图案则是12种应季的花。据说背面还有篆书12音律，但它在底部被盖住了，我们是看不到的。这一套玉器实在是太精巧了。然后是一副玉双鹿旗，包括一套棋盘和30枚棋子儿，双方棋子儿分别是用碧玉和白玉做的，玩法是2个人掷骰子，掷出几点移动几下，先把棋子儿移离棋盘者获胜。我严重怀疑这个双鹿旗就是现在跳棋的老祖宗。后一组又是熟悉的动植物造型，看这颗玉白菜，它看似是白菜，其实是一个花叉。后一个玉桃看似只有桃，近看才发现边上还有一只螳螂，这是借助它自带的一点绿色雕刻而成的。下面进入横都斯坦玉器篇，先看这件横都斯坦的青玉烛台，它上方的灯挺，也就是插灯的地方，是从国外来的。下边玉盘则是清宫自己配的，盘上的字是乾隆的御题诗永和田玉灯晴。然后是横都斯坦青玉墨瓶笔饰，那个圆形罐子就是墨水瓶，另一个长管形状的就是笔饰，其外侧都用浮雕艮条叶纹，这是非常典型的西方纹饰，在中亚、西亚甚至欧洲都是非常流行的。下一件文物非常炸裂，而且是物理意义上的炸裂，这是横都斯坦的白玉火药桶，外侧的雕刻很精美，内侧则是用来装火药的，当然只有富裕的贵族才能用得起这么奢华的火药桶。后一组玉器是玉上加宝的造型，摆在后边的是横都斯坦青玉嵌宝石直壶，前面的是横都斯坦的青玉嵌金银宝石长镜瓶，这都是在玉器的基础上额外添加了宝石，这是一种密孔患者受不了的华贵。后面是一副玉围棋，棋子也是青玉和白玉做的，平时在博物馆里围棋这类展品都很少见，玉围棋就更少见了，这也是清宫制造的玉器之一了。现在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单元，玉之用。这边的展品比较少，因为玉本身就是装饰的，实用性有限。我们看看古人是怎么用的。这边展出的白玉寿字扁方是满族女性梳头时用来固定的家伙事儿，作用近似于簪子。然后是一组玉扳指，这是射箭时用来保护手指的工具，但用5颜6色的玉做出来，也不尽然是为了实用，也有装饰的意味在。再往后是一组玉香囊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玉制香囊。要知道香囊不比摆件，摆件安安稳稳搁在桌子上，但香囊得挂在身上晃来晃去的。香囊也不比玉佩，玉佩是实心的，相对结实点，玉香囊都是空心，而且还带镂空的，这就不怕摔碎碰碎了。后一件白玉直壶是道光皇帝的御用壶，在道光年间，皇帝把新疆供玉这事儿给停了，所以这件壶无疑就显得更加珍贵了。然后是一件白玉五福捧寿纹圆盒，这中间是个篆书团寿字，外侧则是5只蝙蝠的浮雕，福通福，5只蝙蝠就是5福，合到一起就是多福多寿的意思。最后一组文物是一对乾隆御题青玉葵花式盘，这是新疆伊犁守军从准噶尔部缴获的战利品，原本是一件圆形的盘，但是边缘缺损了，
所以乾隆授意工匠把它改成葵花形的，然后写了首诗刻了进去，还复刻出了一件同款玉盘，加到一起便是我们眼前的这一对了。至此，我们就看完了斋宫的和田玉器展。而刚才外面的西配店里其实是个放视频的地方，放的是讲玉器的小型纪录片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坐在这边看看。离开这里之前，我们回忆一下刚才的玉器展，就不难发现老乾隆的存在感是真的强，看见一样东西就得写一首诗刻在上边。我们这一路过来，发现被他加了字的玉器简直是数不胜数。与此同时，乾隆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高产的诗人了。他那些个量产的诗很难说得上有什么文学价值，但历史价值肯定是有的。很多芝麻绿豆大的事儿，史官不一定会记录，但乾隆这边保不齐就有记录。查资料时从他的诗里找，一查一个准儿。那些零散的历史碎片就连同那些文物一同被保存了下来，并成为了我们关照历史的另一面镜子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和徐公一起读成，一起旅行。